就是有没有特别的一件事，你感觉就特别心动那件事？那就是讲过啊，在直播间的时候，就是他送我花那一次，那是在一起之后七夕，然后他去那天我给他送个东西嘛，那时候反正送我回来之后，我以为已经各自回家了，然后没想到我走到一半，快走到许愿街，因为进了那个许愿街铁门之后，他是进不来的。后面快到的时候，临近了都要进去了，他突然冲出来，然后给我送了一枝花。虽然花武力不是多贵重，但是感觉得到他那个就真诚喜欢，然后当时就特别开心，然后忍不住发一条特别无聊的朋友圈，然后就那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更加喜欢他，就这样。然后，那么就是 TY 的这个问题回答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。那么我们现在也开始回答这个破站上面的问题。然后破站上面的第一条问题是，想知道187和 YQ 第一次做饭是由于什么契机，可以稍微讲一下吗？第一次做饭可能。我们俩第一次做饭，我那天就是没有准备的，就是我之前有跟他讲过，说我是希望这样，就是因为他之前是没有过嘛，然后他之前的恋爱都是那种就是比较小孩子那种，然后他也没有就是做过这些事情，然后他也不懂，他也不知道，然后他跟我讲，我们两个在一起说他跟我讲过，但是我跟他讲，我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想要长久的在一起的话，肯定在这个恋爱过程中是需要这些东西，因为就是这个是一个爱情的一个调和剂嘛，就是一个就是属于润滑的作用嘛。然后在爱情之中肯定是需要的。然后我跟他讲完事之后，没想到他就是很上心。然后那天，我们两个吃完饭，然后去那个民宿看电影。看电影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准备好了。然后由于这样一个契机，然后我们两个第一次就是这样，然后，第二个问题是，为什么会爱上对方，并且决定对方是自己的终生伴侣？我爱上他的话，可能从最开始是因为外表，然后因为说话的就是温柔啊、语气啊，然后就是第一印象就是他宽厚待人啊，所以我感觉就是人生之中就是很善待别人啊。然后长得又白白的、瘦瘦的，然后说话又温温柔柔的，这样我感觉人生，假如说我这一辈子想找一个理想的伴侣的话，我认为这个就是我追求的一个东西，就是我认为这样的伴侣他会给我带来一个稳定性，然后而且能让我们两个生活过程中不会经常的那么吵闹闹的，就那种感觉嘛。然后我对自己的认识也是那种，就是我是那种比较聒噪，然后比较就是暴躁的一个人，然后我也希望我能找到这样一个人，然后来平复我，能够来就是抚平我。有的时候我会特别急躁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哎，他这种性格肯定是会去抚平我现在的这一个浮躁的一个状况的。然后所以我决定爱上他，然后也决定就是他成为我的终身的一个伴侣。是这样，因为我感觉他跟我很配，刚好补我。我的话，为什么爱上对方？爱上的话就挺莫名其妙的呀。喜欢上一个人就没有什么理由啊，喜欢上一个人就第一眼就好看，然后就有好感，然后慢慢发掘就他性格什么的都挺好的，然后也很适合我，然后就这么爱上了。然后决定对方是自己终身配偶的时候就你喜欢上，就是你会感觉得到，就是你觉得可以跟他过很久，你会突然会有自己的感觉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言说，但是就会谈的时候就会发觉可以跟他在一起，就是这么突然，就这么莫名其妙，就觉得他适合我，可以在一起很久，可以结婚，可以一辈子，就这么。下一个就是没有道理，爱情就是这样，没有道理。下一个，第三个问题是认识多久之后为爱鼓掌？这个11天，因为我刚刚看了，在一起的时候是4月8号，然后我的备忘录除了记那些记仇的，也有记一些就是跟他这里面就是比较珍贵的东西。反正第一次就是在4月19号，
11天，下一个11天。然后第4个问题是，两人有时生气时会砰砰砰吗？生气了肯定不会。生气的时候相看两面就没有砰砰，但是和好之后有一次就是当天晚上就砰砰。下一个，谁最主动要？我觉得是他，我觉得是他，因为是他。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我比较主动，但是后面的话就是近期来看，他主动频率比较高。没有。然后我觉得是你。哪里没有？你别嘴硬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是你。那我等一下给你复盘。然后寒假期间炒了几次菜？寒假的话，寒假有点时间太长了，这个不知道。但是他来香港找我就一次，那时候在深圳住的时候。但是寒假应该很多次吧？这个应该数不清了。然后这是第几个问题？我看第七个问题。第7个问题是，双方最吃对方醋是什么时候？哪件事情？我的话，我最吃他醋的一次就是在我们两个在打球的时候，然后我拿他手机，我在这里再解释一下，我拿他手机不是为了想看他手机，我是因为他说他让我拿他手机看一下那个，就是我们晚上不要去那个洗浴嘛，然后去看一下那个团购券。好，我拿他手机看了一下团购券，突然看到他手机里面有一个那个倒计时的软件，然后我就看到点开之后就看到他和他前任的那个倒计时，而且还有他们两个的照片。然后那次是最生气的一次，然后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在一起不算很久吧，那个时候，然后我就一度在怀疑自己，我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要跟我在一起，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想跟我玩玩，还是说他还是在跟别人在一起的期间，然后现在跟我在一起。当时反正那一瞬间想的东西很多很多，然后那次是最严重的一次。我的话，双方最吃对方醋是什么时候？有2个，但是都是因为他前任了。一个是在郑州的时候，他去郑州的时候拍毕业照的时候，另外一个是我看他手机相册，看到跟他前任那些东西。但是现在都已经删掉了，家人们，现在都已经删掉了。好，那么家人们，我们现在就是经过刚才的那个点赞量比较高的一些问题回答完之后，我们现在开始抽问题，抽大家的就是在评论区的问题，然后随机抽。那么现在开始，我滚动你，我先来吧。滚。要给他们看滚吗？不用，应该不用吧。然后你说停就停。滚吧。你说停我就停。我还没说呢。停。第一个是在什么机遇下同居的？是谁先提的？什么机遇下同居啊？你回答吧，还是我回答？你回答吧。是什么机遇下同居？可能我们两个彻底同居是我上一份工作结束之后嘛，然后我自己搬出来，因为上一份工作我是住在那个公司给租的宿舍里面，然后后来在上一份工作结束之后，我出来自己住了，那么我们两个就这样名正言顺的就同居了。因为我自己有租房子了，然后他之前我住宿舍的时候，他之前也经常来跑过来跟我一起住嘛。然后后来我自己租房子了，好，那么我跟他一起讲，我说那我租房子的话，我就租一个就是离你比较近的呀，我说咱们两个一起住。然后他说好啊。然后因为同居这件事其实很早就提了，当时他没一起同居，他在公司宿舍之后，我们已经想好同居了，就规划好之后要怎么同居规划。后面他在他上份那个辞职之后，就按照我们规划的就到这儿，也不算同居吧，因为我也是要去学校跟着两边跑。彻底同居的话，真的彻底一直住的话，要开学。好。然后下一个继续我滚，下一个继续你滚。第2条，就这样滚。停。双方做过让你最感动的事是什么？最感动的是，他做的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去年情人节的时候，然后那天我们两个在吃烤肉，然后他弄了一个那个口香糖的盒子，然后假装就不说过，假装就是给我吃口香糖，然后我拿过来之后一打开，里面是个戒指。打开你没看到，当时我还说，后面到的时候
你还也没倒到，后面我说你再拿一颗试试呢，你才倒到的。然后那里面是戒指嘛，然后我那次是很感动，因为以前很少，就是以前应该没有人给我搞这些就是比较惊喜的这些东西，然后我就很感动那次。然后你呢？我刚刚史文说过了，因为就是花那一次。好，想看的话可以看上一条视频。然后再继续滚动，继续滚动。DY 就滚12条。停。YYQ 喜欢187抱你还是亲你？我喜欢他一边抱我一边亲我。然后第4条。好。两人是打球认识的吗？Double C 给这个上一条。我们两个是打球认识的，不知道就算吧，算。停。什么时候开一个粉丝见面会啊？我们不配。我们没有过这种想法，因为我们的视频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直播，大家能够喜欢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。然后假如说大家有需要，说想要一些什么照片啊或者怎样的，然后我们之前在直播间的时候也有说过，说就是我们会尽力的去满足大家的这一些要求，然后在过好自己的日子的前提下，然后满足大家的要求。但是粉丝见面会的话，应该没有那么，就可能万一我们两个应该不配。对呀，我们两个应该不配吧？就万一我们去哪旅游，刚好你也在那，就我们可以经过或者什么偶遇什么的，就可以见面什么的。就像上次我们在香港偶遇了，被别人抓到了，就没拍照。如果那个粉丝就是他过来找我们的话，我们是可以见面的，就吃个饭什么的。对。这第几个？4还是5？4吧，第4。好，现在抽第5个。好这个。你俩平时遇到矛盾一般是怎么解决的？187是怎么哄好 YQ 的？这个上一个视频有提到过这个问题，所以这个先不用回答了。那抽下一个，直接抽第5个。对，这个不算吗？停。相遇、相识、相知、相爱的过程。有点长了吧？这个具体的话，我在这里回答大家，可以搜一下我们那个好奇，好是我范德浩那个浩，日子加一个天底下，奇是他的王字旁加一个及时的奇，可以搜一下好奇。然后有一个宝宝他有录我们的那个直播的录屏，然后大家可以详细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，因为这个要说起来会比较长的话放到一个视频里边的话，就是会影响时间。我简单回一下吧。相遇就是打球，相识就是同一个球局后面聊天了，相知是哪个知？它这是相知，就是怎么去了解对方的。就是他追我暧昧期。相爱就是表白的时候相爱，然后我们各有一段，就是在相爱过程中越感动的时候，让爱更上一层楼。好，这是第几个？第6个。第5个。停。第6。最受不了对方哪句话？分手。我最受不了他说他嫌弃我。第6，下一个第7。停。生气怎么哄对方？这个我们上条视频也有说这个，那就再抽一条。第7个，再抽一条。停。最喜欢的姿势？对方最喜欢的姿势？你先，就简单说一下。他可能最喜欢的姿势是抱着的那种，就能够更多的贴近对方的那种。那我最喜欢的姿势呢？你说？你自己说呀，我说干嘛？他说对方啊，我刚才说你的了，我刚才说你最喜欢的了，就是对方最喜欢的吗？对，你喜欢我说哪种姿势？就你喜欢的是哪种？是我喜欢你要哪种姿势？没有，他说对方喜欢的姿势就是肯定要说自己喜欢的呀。他说对方就是对方最喜欢的姿势，就是我说你的，你说我的。就我说我希望你要不是，那我怎么知道？我最喜欢的姿势你不知道吗？但那个姿势是我不喜欢的姿势。那你说呀，就是说对方喜欢的。我刚才都说完你喜欢的，没有兄弟。就这怎么说啊？就他喜欢的姿势是
他在后面，我在前面。他是在后面微上方。反正我不喜欢这种结局。很疼。好了，这是第7个吧？8个。听。我们说一下畅想的以后有双方的日子吗？畅想以后有双方的日子吗？我就希望跟他能住一个大大的房子，然后能拥有我们2个自己就是比较温馨舒适的家，然后也希望拥有就是2个彼此都有的朋友，然后在业余时间嘛，然后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一玩啊，露露营啊，钓钓鱼啊，骑行啊，或者旅游啊这种日子。然后平时在家的话，就希望2个人过好自己的小日子，然后每天做饭，然后每天就是吃个饭看个电影，就是这种平淡的日子。我想跟他过这种比较平淡的日子。我的话就跟他同居嘛，这是第一步嘛，就可以跟他一起住在一起，之后就可以邀请朋友们来我们家玩，就来家里聚餐，来家里玩，或者跟朋友一起去外面玩，就是带他跟我的朋友一起去外面玩，然后我也想跟他的朋友去外面玩了，然后就是差不多就这样子。其实现在实现也差不多。对，差不多嘛。反正我们2个就是把现在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。就是以后的日子。停。吵架是谁先道歉？吵架谁先道歉？这个要看谁先犯错误。双方都有先道歉过。这个要看是谁的错误。谁的错误就应该谁先道歉。这第几个来的？第8个、第9个了吧？第9个吗？第9个了。停。谁最爱生气？我觉得他。我觉得确实是我最爱生气，但是你也没少生气。停。最久能接受分开几天耶？我可能1天都接受不了。但说这个话很奇怪，就是你在一起之后，就是你要我现在一直跟你在一起，然后我觉得可以分开2-3天或1周都行，但分开1天之后就会很想。所以我感觉1天都不行。我是那种在一起之后感觉能分开1周都行，但是真的我是回家就是回去之后，然后第2天就想他，就不想分开了。然后这是第10个了，11个。停。生气怎么红对方？重复了。再来。停。这段关系让你们改变最大的地方是什么？你先说，我先说。让我改变多的可能就是我会，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之前，我会比现在更急躁，然后更就是易怒，更燥热一点。然后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更加白灵。对，更加白灵。然后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就想的就是，我希望不要让我自己的情绪然后去影响他，然后我就会控制自己的有的时候自己的一些情绪，然后我也会就是不要那么生气。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就是让他过去就过去了。以前的话我是会比较较真儿的一个人，但是现在我跟他在一起的话，我没有很较真儿。然后我的话，要是在性格上的话，我平时是不会就像例如生气、吃醋、生气，就平时都是不说的。然后现在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改自己，就是生气或吃醋的时候会说，只要他问我就会主动说，就不会憋着，然后一直生闷气。然后还有就是行为上的话，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就可能会有调和一下，就是就是不爱收拾就不爱收拾家什么东西了。然后跟你在一起之后，我就会愿意为你就是主动收拾，因为平时家我是不用收拾的。就是吃饭就我妈煮好吃完之后放在那里，放完槽之后直接走了，然后也不会扫地拖地什么的。然后跟你在一起之后就会有收拾衣服。在家是个少爷是吧？对，我在家确实是个少爷。然后在这的话就学会照顾他了，就算是在家里面照顾了。那刚好这条评论是2个问题的，所以我们就一下都回答完嘛。然后这条评论的第2个问题是，如果吵架后必须用1句话哄好对方，你们会说什么？要不就我们也有做个约定吧，就是以后如果生气了，然后一定要说这句话。你想说什么话？1句话哄好对方？不是哄好，就先回答问题。我说我们俩借着这个机会，我们也约定一个。那我不想理你。
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是说以后就是生气的时候用一句话就体现自己在生气吗？不是吗？还是说就是我说就是我们哄对方一定要说这句话，我们约定一个。那就我错了嘛。就说我错了。我更希望我们俩生气之后，你就是会过来抱我，然后亲我。但这不是一句话呀。好吧，也算吧，好吧。那回答他的话，必须用一句话哄好对方。我会跟他先讲，就是不论是不是我的问题，我都会跟他说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错了嘛。然后我再跟他说，我先说，就是找一点就是我在这件事情里面做不足的地方，然后跟他先承认之后，再跟他讲说啊，这件事情过程中就是其实可以怎样怎样做得更好啊，就这样。我一句话的话，可能就是我错了。你呢？如果吵架后就哄好你，你有那？我觉得要哄好你的话，你会想我说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不会这么做了。这个我以后不会这么做，已经是你想要我说的。嘿嘿，对，嘿嘿，对。好，那我们约定就以后生气哄必须就是先承错误吗？然后过来抱抱亲。好，这是第10几个？第12，所以算2道题。这算2道题，所以DY 到现在就结束了，然后 DY 回答12个问题。然后现在那个破绽现在开始回答6个问题，然后抽，从底下抽，底下可以不用按热度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我划。停。两人最爱吃的菜是啥？我喜欢吃麻辣烫。麻辣烫应该不算菜吧？算是菜。我喜欢吃麻辣烫。看出来了。你说那家特别好吃麻辣烫，我吃的肯定一般般，甚至有点不要吃。我最爱吃的菜，我妈做的那个炒花甲。那我以后多跟妈妈学一下。可以啊，我真的爱吃那道菜。我可以吃一道菜弄很多饭。下一道。停。好厉害的时长。根据他下一个。吵架后谁先哄对方？这好像重复了。重复了，那就重抽吧。停。以后会有糖果挑战吗？10万的时候我们会出糖果挑战。然后他还想额外加一个饮料挑战。下一个。停。等一下，不算了，他真没刷新底下。划不了，你就重来吧。我说呀。停。换一个吧。感觉在家和对象除了打游戏。提问：为什么想养5红犬？是怎么选中对的？想养5红犬，一是因为感觉这个犬种是咱们国家自有的犬种嘛，然后也有在网上了解过它，就是又聪明，然后又对主人的忠诚度比较高，然后又很可爱，看了外表之后也很可爱，所以选了5红犬。为什么选中对的话，就是因为当时选对的时候，感觉对挺呆呆的，然后他提起来，其实当时选的时候提起来，对胆量确实挺好的，然后这种契机选择的对，就好养，因为我第一次养狗，它虽然之前养过，但也不是养特别长时间嘛，然后我是第一次养，然后就好养，加上它价格合适，然后而且说很忠诚，相比那个边牧记仇，对，就这2个。重新再来一下。停。187和老婆是哪里人？这个没有放到基础10问，你就在这回答吧。我是辽宁人，就是我是东北人嘛。然后他的话，他是香港人。我是出生在香港，然后我妈妈的老家在广东，汕尾那个海丰县。就是你是哪里人，就是香港人就完事儿了。就他们有种问我为什么普通话这么好，因为我妈妈是内地的。汕尾广东的吧。停。187和YQ 以后的安排是专注于网络还是上班和网络双管齐下？
我们两个现在的话，可能就是把这个东西就是带着去做一下嘛。但是毕竟现在 YQ 他在上学，然后我是更希望是就是我能通过做这个东西，然后希望能在他毕业之后给他就是更好的生活，然后也会就是在自己的领域，然后再去努力去做好自己的一些事情，然后最好是就是把这个做好的话，那么我们两个毕业之后再一起从事这个东西，然后会更好一点。因为我们两个原打算是就是他毕业了之后他要回香港去上班嘛，然后我们两个在深圳住，这样的话其实最开始说不麻烦，但是不麻烦的话也是有相对嘛，但是相对这样的话，我们两个假如说能在一起工作的话，那就最好了。但是假如说没办法的话，他还要回香港去上班的话，那也没办法。毕竟我还有时间，我2年还有2年半呢才毕业呢，所以说看2年半之后嘛。所以这个问题好就肯定就哪个。所以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就是现在目前是上班和互联网双管齐下，这样。我就看以后。听。最让对方感动事情是这个你就直接下一个就行了，你下一个自己知道回答就直接下一个。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心向的？我是在高中有一点点隐约，因为高中我没有喜欢过男生，也没有喜欢过女生，然后加上因为我姐影响，我有看过那个毕业文，然后感觉我不会排斥，有点小小的猜测而已，就感觉可能吧。然后上大学才确定，因为上大学之后发现形形色色的人多了，就然后有看对眼的什么的，感觉原来自己喜欢男生。然后我的话，可能我高中毕业之后吧，可能就有一点，因为我感觉后来我对自己的一个理解就是，我感觉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存在都是有自己的道理的。我知道，就是有这个东西存在之后，我没有进行反驳，然后我就开始对自己自问，我说我是不是可能就是也可以？然后后来就是有去尝试。这样，那差不多就在大学的时候吧。这是第4还是第5？应该完事了吧？应该完事了，应该有6个了。那就再多一个，肯定有6个了。停。这回答过，那就下个。你就这个咯。YYQ 撒娇时187的内心 OS 就是好可爱啊，然后就是想度。下一个，他俩谁压我？好了，那么我们的这个50问到这里就全部都结束了。然后希望，反正我们到10万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录那个糖果挑战嘛。然后希望这一天也早点来，然后早点给大家录这个糖果挑战。拜拜大家。那么50问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拜拜大家。你们50万也没有这么久了。3点了。